我們買的房子又降價了，2年的時間已经跌了70多萬了。我們是23年在北京郊区花200多萬買的房子，當初買房有多激動，現在就有多難過。有個網友說，他的朋友買的环京的房子110萬，今年賣了23万，粗略算一下，加上税费啊什么装修，少个80万，不過分吧？曾經被視為中國經濟引擎的房地產，如今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滑落。這場下跌不是緩慢的冷卻，而更像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雪崩。就連北京房地產市場也沒扛住。北京永定河畔的人民幣100多萬元的房子跌到只剩零頭。這場房地產崩盤吞噬了無數普通家庭的財富。當房子不再是資產，而變成負債；當房價不再是上升曲線，而變成自由落體，中產階級的財富神話也隨之破碎。在北京500多萬買的房子現在跌了多少錢？之前一直沒有在意房價的漲跌，直到最近小區群裡聊起來，才後知後覺的發現真的跌了不少。我們這套兩居室是2024年7月份買的，總價是524萬，均價差不多6萬左右。當年12月份就交房了，直接省掉了2年左右的期房等待時間，位置也很合適，開車上班20分鐘左右。那個時候覺得真的特別合適。博主說，他搬進來後，雖然聽說房價在下跌，但當時並沒有太在意。直到群裡有人說，現在每平方米已經從6萬元跌到5萬元，他粗略算了算，自家的房子也縮水了幾十萬。開始他心裡確實有些堵，但很快就平復了，因為他明白，對他們來說，這不是投資，而是完全的剛需自住。未來10幾年，他們一家4口都會在這裡生活成長。更重要的是，這個小小的家裝滿了實實在在的幸福。與其糾結那些無法改變的數字，不如把日子過好，把家人照顧好，帶着希望向前看。另外，在繼續節目之前，我們首先要向陳飛宇和新2247兩位網友表達感謝。感謝你們對本頻道的支持。在北京去年5月買的房，到現在虧了多少錢？我們是2025年5月買的房，就是去年，當時房價已經跌了很多了，然後價格也差不多在我們的預算內吧，然後正好又碰到了一套比較符合我們預期的房子，然後就定了下來。我們從選房到交定金，總共也就花了1個多月的時間，比較快。然後後邊就是過戶啊、裝修啊、買家電、搬家等等這一系列事情吧。完了到上個月我們才住上新家。完了前幾天打開軟件看的時候，發現我們這小區房價又降了10幾萬。博主說，降價這麼多，要說不心疼那是假的。雖然都說房子自己住不用太在意房價漲跌，但當你親眼看到它一下跌了10幾萬，心裡怎麼都不是滋味。不過無奈之下，他也只能接受現實。北京財經博主忐忑的可樂餅實地走訪了位於北京永定河畔的萊茵河谷小區，披露當地房價大幅下滑的情況。他指出，儘管萊茵河谷的地理位置並不差，但房價卻出現明顯下跌，甚至遠低於許多業主的購入成本。有業主當年以180多萬元購房，前段時間價格已下跌了130萬元。也就是說，當初花費180萬元購買的房產，如今市場價僅60萬左右。如此大幅縮水，使不少業主面臨嚴重虧損。博主還提到，該區域周邊多個小區房價走勢也大致相似，普遍出現較大跌幅。這是我和老公北漂的第3年，結婚前我們在雙方家庭只能托舉30萬的情況下，把房子買到了廊坊開發區，首付12萬買到了270平米的頂樓複式，過上了通勤苦但住着舒服的生活。房子套內246平，附帶2個露台，是方方正正的格局，5室4廳4衛。我們改造後留下4個臥室3個衛生間，同時擁有了書房、衣帽間、寵物房、休閒區和倉庫。20來年的老小區已經變得斑駁不堪，
但基本設施還能保障，綠化也不吐。博主說，他們每天早上在小區門口拼車，30到50分鐘就能到達北京東三環十里河站。上班通勤大約需要70分鐘左右，這在北京算是相當普遍的通勤時長。很多人覺得通勤辛苦，但其實在車上打個盹，或者在地鐵上看看電子書，時間長了也就習慣了。博主表示，現在他們已經不再糾結房價的漲跌，只享受眼前的平靜與安寧。買的時候140多萬，現在降到了30多萬，直接虧掉了110萬，我的媽呀！業主都急哭了，而且還是帶裝修的。咱們到房子裡邊看看它是什麼樣的。這個業主就這麼大房子就賣個30来萬，可不是嘛，就賣30多萬，也是可惜了的都，也是着急卖。一共就来2次。这小区環境挺好的，住的都是哪儿的人呀？基本上都是北京人，因为这里邊離北京近。你開車的話1個多小時，你要是坐高鐵的話20多分鐘。那是也不遠。90後北漂夫妻是怎麼在畢業4年後買房的？很多人都好奇我們是怎麼在碩士畢業4年後在北京買房的。如果我說孔先生一個背包從大學背到了現在，他都工作8年了也沒有換，你大概就能知道，其實就是節省，不亂花錢。一件39的 T 恤我穿了3年，一把雨傘我用了5年。我和孔先生都是2017年碩士畢業的，在我們畢業後的第4年，我們靠着自己攢的100萬，在北京買了我們人生中第1套房子。博主說，她和老公都是比較節儉的人，每個月工資一發下來，都會先固定存錢。她下班後基本在家吃晚飯，這不僅省錢，也更乾淨衛生。而她老公的公司提供工作餐，他們倆沒有不良嗜好，她老公不抽煙不喝酒，她也不追求名牌包包和衣服，只偶爾買些化妝品。他們平時幾乎沒有大額開銷，這樣一點一滴積累下來，能省下不少錢。這位業主在北京燕郊買了一套房子，花100多萬買的，現在成交價20萬。這是2018年花了100萬買的一套房子，這是入戶門。左手邊呢就是廚房，廚房裡邊是有燃氣的，面積也不大。這邊呢是客廳，客廳外邊呢是可以看到一個商場，商場很大，但是人很少，沒什麼人。這邊呢是衛生間，這是臥室。剛才去中介問了一下，目前最新的成交價20萬，這價格何止腰斬呢，直接斬到腳脖子了。本來還想裝修的。在北京買房不到3年，房價跌了近200萬，才真正明白時代的一粒沙落在普通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最近隔壁鄰居的裝修呢，他們家是今年剛買的，買完就裝修了。一問價格，真的是晚買2年，少奮鬥20年。先把孩子衣服泡上，再來收拾下客廳。這是昨天孩子和小伙伴在家裡玩，把玩具差不多都拿出來了。現在孩子上學了，我來收拾下。我們知道房價跌了，但是沒想到跌這麼多。鄰居的房子比我們小20平，如果用當時的價格，我們可以買他2套還有富裕。博主說，房價跌了近200萬，200萬這個數字很刺眼，讓他們的心情格外沉重。他們不過是普通打工人，或許奮鬥20年，也未必能存下200萬。他們哭過，迷茫過，但人生沒有後悔，日子還在繼續，他們也只能咬牙往前走。現在固安的房價真的是跌得沒法讓人看了啊！今天呢，咱們來盤點一下固安降價最狠的4個小區，價格跌得真的嚇人啊！從第4名開始說，第4名呢就是劍橋郡8期，以前最貴的時候賣到了12300一平米，現在呢降到了5、6千都沒有人要，幾百套房子掛着真的很難賣。第3名呢就是萊茵河谷，它是固安離北京最近的一個樓盤，就隔着一條永定河，開盤的時候價格13000多，現在5、6千一平，離北京這麼近，居然也涼了。第2名呢就是天順家園，2018年大家都搶着買，15600一平米，現在5000多也都沒人要。博主說，跌幅榜上的第1名是空港1號，這個項目可以用離譜來形容。當年一個車位就要70、80萬，房價一度賣到2萬多一平米，而如今房價卻跌到了每平方米6000多元。相比之下，現在買一套房子的價格竟然還不如當年買一個車位的價格。
讓人不禁感嘆市場變化之大。春節回老家，後悔在縣城買房了。不知道有沒有人跟我們一樣的遭遇？這個房子是19年高點的時候買的，當時全國的房子都在漲，家裡人就想着抓緊買一套。這個大勢頭一直在漲，未來還不知道房價到什麼地步呢，索性就上車了。但沒想到買完之後，其實一直都沒有怎麼住，現在已經跌到5000一平了，意味着不仅首付跌沒了，現在就是把房子賣了，還不夠還貸款的钱。海淀老破小现在还能买吗？您知道现在海淀老破小有多难卖吗？就在年前，我认識的海淀黄庄業主掛牌了半年的老破小，掛牌價格從500萬降到了320萬，看房的人半年也就來了10幾組，開口就問還能再降50萬嗎？這就是海淀老破小的現狀。為什麼說海淀老破小跌得這麼慘呢？第一，學區房降溫。以前呢，海淀老破小靠學區溢價，現在呢，整體學校的溫度降下來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哈，就是我身邊的一些互聯網行業的朋友，給孩子報補習班的費用呢，都在壓縮了。博主指出，海淀一些老舊小區還有一個明顯短板，就是居住體驗較差。許多建於上世紀70、80年代的房子，不僅沒有電梯，也缺乏完善的物業管理，有的戶型設計也不太合理。對年輕人來說，這類房子幾乎沒有吸引力。隨着時間推移，這類房源的流動性會越來越弱，會出現買進容易賣出困難的情況。因此他提醒，如果有人正打算在海淀購房，在考慮這類老舊房產時，務必要謹慎。我們24年在北京花500多個買的房子，才過了1年多就跌了大幾十萬。還有網友覺得我們花500多個在北京買這麼點房子，還不如拿着錢回老家躺平過瀟灑的日子。首先，我們沒有500多個，我們只交了200多個的首付，其他是貸款。其次，我們沒有選擇回老家買房，是因為我們在北京落戶了，也有了一個可愛的寶寶。身為人父人母，當你有機會給孩子一個更高的起點、更好的平台時，大概率都会想拼一把。博主說，她和丈夫都來自農村，一路讀到碩士畢業。碩士畢業後，為了賺錢，他們雙雙選擇進入網際網絡公司工作。起初，他們並沒有打算在北京定居，但因為丈夫工作表現出色，他們意外地拿到了北京戶口。這也讓他們重新梳理了人生規劃。雖然他們曾向往自由瀟灑的生活，但隨着寶寶的到來，心態悄然發生了變化。他們總想把最好的都給予孩子，因為深知從小地方走出來的不易。他們不希望孩子重走自己曾經走過的彎路，只希望孩子能站在他們力所能及的高度上，擁有更從容、更穩健的人生。你敢相信我23年北京買的房现在虧了快接近100萬嗎？2023年我29歲，國企月薪1萬，看着房價有下探苗頭時，掏空了父母一輩子的積蓄，借親朋好友一大筆錢，在北京貸款買了一套老破小。如今短短3年過去了，房價市場動盪不安，房價降了接近100萬。當初的一個錯誤決定買一套房，讓我白白幹了好幾年。我現在只能抱着不賣就不虧的想法，就不出手。你們覺得呢？有個小夫妻在北京買房，虧了接近100萬。上次找我們借錢的朋友就是在23年買的房，夫妻倆都是985的本科，都在互聯網行業上班，工資收入很好。當時行情也不錯，小區環境也挺好，為了結婚就買房了，據說花了300萬。當時畢業沒多久，為湊首付款，掏空了家裡所有的積蓄，每個月還要還款1萬多。博主說，朋友買房後曾邀請她和丈夫去做客，他們當時都很羨慕這對夫妻，沒想到後來房子行情急轉直下，這對朋友估計虧損了約100萬元。更糟的是，2個人前後都被裁了。博主感嘆，在大城市生活真的不容易。北京的房價现在也是跌慘了，有的業主為了賣房是一口氣降價90多萬，但是還是沒有買家要看，根本就賣不出去。在這掛牌量飆升的時代，房東不血虧個幾百萬呢，一線的房子也是沒法變現了。剛和之前在北京上班認識的好朋友聊天，
他2021年買的房子已經跌了300多萬了，現在大環境也不好，賺錢特別難。他每個月的收入已經還不起貸款了，壓力大得喘不過氣，失眠已經1年多了，頭髮大把的掉。現在他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把房子賣出去，可是房子已經掛出去半年了，還是沒有賣出去啊。希望他能度過這次難關，以後越來越好吧。在北京打拼這麼多年，終於咬牙買了屬於自己的小家。交房那天，我滿心歡喜帶着孩子來看房。那時候我站在陽台上，看着窗外，覺得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歸宿，沒有白費。我還特地查了同小區的成交價，那會兒買的單價和別人基本差不多，想着就算不住，自住也踏實。誰知道這才過了半年多，在賣房交流群刷到同小區同戶型的房子，成交價直接比我買的時候低了70萬。焦东一家人在北京的生活。今天是周末，快8點了，太陽早已掛得老高。今天起得晚，來做個快手早餐。昨天帶孩子出去玩，路上偶遇之前幫我們買賣房產的中介小哥。我們在北京3次房產交易都是他幫忙操辦的。閒聊中，我向他打聽最近北京的房價行情。他說近2個月北京房價有回暖的跡象，還提到我們之前賣掉的那套1居室價格跌了不少，現在住的這套3居室同戶型的房價也降了許多。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們下期節目再見。